位观众、各位朋友、各位刚刚点进来想看看我会不会又得罪人的，欢迎来到是是非非脱口秀。今天这一题看起来像历史课，其实是户口调查；听起来像族谱，其实是马来西亚华人自己的来路说明书。很多人每天说自己是福建人、广东人、客家人、海南人，但一问一句，你福建哪里？你广东哪一带？你客家到底从哪儿来？现场立刻安静到只剩 Kopitiam 里那台老风扇在转。我们今天就来一次不查 DNA、不翻族谱、不拜祖先，只用人话，用脱口秀把马来西亚华人的来源一口一口讲清楚。先讲福建人，马来西亚最多华人的一支，福建人。但你以为福建人是整个福建一起打包来的？不是，马来西亚福建人主要集中在福建南部沿海，讲白一点就是海会载你走的地方。最多的是泉州系，泉州下面你随便点名，南安、晋江、惠安、安溪、永春，随便一个名字丢到槟城、吉隆坡、巴生、马六甲，你一定听过。为什么？因为泉州人很早就下南洋，他们不是来闯荡的，他们是来延续生活的。泉州人本来就做海贸、做手工、做小生意，船一开，南洋不是陌生，是另一个码头。再来是漳州系，漳州、龙溪、诏安、南靖、云霄。这一批福建人很多到了柔佛、霹雳、吉打、雪兰莪内陆，他们比较落地，会种、会扛、会开荒，所以你看到很多福建人一边拜妈祖一边种油宗，完全不冲突。还有一小撮，但很重要，福州人。注意，这里的福州不是福建全体，是福州府那一带，闽东。他们在诗屋、明都鲁、沙捞越扎根得很深，做教育、做印刷、做教会，气质很不一样。你去诗屋听到的福建话跟槟城那套完全不同，因为根本不是同一条血脉。所以你说我是福建人，这句话在马来西亚只说了一半，另一半是你祖先是从哪一个港口把命交给海的。再讲广东人，马来西亚的广东人基本不是广州城里出来的，你别幻想什么珠江夜游、状元及第那种画面，真正来的是广东中西部和珠三角外围，最多的是4亿人。台山、开平、恩平、新会这一代的人出了名肯走、肯忍、肯干，他们大量到了霹雳、雪兰莪、镜矿做建筑当苦力，后来慢慢做起杂货、金铺、当铺、戏院。你今天看到马来西亚很多老式金店，老板讲的广东话腔调很古，不是 TVB 那种，是台山味，因为他们来得早，语言被时间封存了。还有一支是广府人，佛山、南海、顺德、中山这一批人比较靠近城市，做饮食、做商业、做手工，所以你看到点心、烧腊、茶楼文化在马来西亚扎得很深。广东人给马来西亚留下的不只是语言，是一种城市型华人的雏形。他们懂制度、懂行会、懂组织，很多早期社团会馆骨架就是广东人搭的。接下来讲最容易被误会的一群，客家人。很多人以为客家是一个地方，不是，客家是一种一路在走的人。客家人的源头可以追到中原，但真正成型是在福建西部、广东东北、江西南部这一条山线，梅县、蕉岭、五华、兴宁、平远，这些名字在马来西亚一喊全是熟人。客家人来马来西亚多数不是坐着船来，是被生活推着走。他们翻山换地再翻山，到了南洋他们继续往内陆走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客家人集中在矿区、山区、新村，做矿工、做农夫、做老师、做医生。他们的语言不花俏，但逻辑很硬；他们的性格不张扬，但韧性很强。马来西亚很多华文教育、华校、独中背后都有客家人，因为他们相信一件事：地可以没有，但字不能丢。再讲海南人，海南人是马来西亚华人里人数不多，但存在感极强的一群。他们来自哪里？海南岛、文昌、琼海、万宁、定安。说白一点，是一个被海围住、资源有限但人很勤的地方。海南人来南洋时间比较晚，好位置都被占了，他们只能找别人不想做的事儿。结果他们把这些事做成了招牌：咖啡店、面包店、酒店、餐饮。海南鸡饭不是海南岛的名菜，是南洋的生存智慧。用最简单的材料做最稳定的生意。海南人讲求守信用、守时间、守品质，
所以你看到很多老字号咖啡店传到第2代、第3代还在，他们不是最吵的，但是最稳的。讲到这里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马来西亚华人从来不是一个整体搬迁，是一批一批被饥饿、战争、税、天灾、制度一点一点挤出来的人。他们来自不同地方，说不同话，拜不同神，但一到马来西亚，他们学会了一件事，不再问你来自哪里，先问你靠不靠谱。福建人教会了马来西亚海与商，广东人教会了这里城与市，客家人教会了这里山与根，海南人教会了这里文与酒。所以今天你在 Kopitiam 听到4种语言混在一起，不是混乱，是历史在聊天。如果你问我马来西亚华人到底来自哪里，我会说他们来自中国的不同角落，但他们的人生是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。这里不是终点，也不是中转站，这里是他们用一代一代走出来的第2个原乡。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你祖先从哪里来，但真正刺痛也最容易吵架的，其实不是来自哪里，而是来了以后你变成了什么人。很多人一讲福建、广东、客家、海南就开始比，我们福建人最早来，广东人最会做生意，客家人最肯吃苦，海南人最团结。听起来像优点介绍，其实背后是一代一代留下来的不安全感。因为马来西亚华人从来不是被欢迎进来的，而是留下来活下去的。我们继续把话讲深一点，你知道为什么马来西亚的福建人特别爱拜妈祖、拿香、拜游神吗？不是迷信，是路线记忆。他们的祖先是把命交给海的人，那条从泉州、漳州出海的路，走错一次就没回头。所以他们拜的不只是神，是我还能不能再回来。广东人为什么重视行会、商会、同乡会？因为他们来得早，进的是城市型竞争，矿要抢，铺位要抢，客户要抢，不结盟就会被吃掉。所以他们发展出一种讲规矩、讲位置、讲辈分的文化。客家人为什么对教育特别执着？因为他们太清楚一件事，地是暂时的，身份是会被换的，只有知识没人能一把抢走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客家家庭再穷也要供孩子读书，不是理想，是求生策略。海南人为什么做生意这么慢？因为他们来的最晚，好机会轮不到他们，快钱也轮不到他们，他们只能用时间换信任。所以一杯咖啡卖30年，一碗鸡饭卖一辈子。这些差异不是性格，是历史压出来的形状。再讲一个很多人不爱面对的现实，马来西亚华人来到这里之后，并没有融合成一个华人。他们先是分邦、分籍贯、分语言。福建看不起客家，客家嫌广东太精，广东觉得海南不够派头。这些不是传说，是上一代真实发生过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资源有限。当你刚下南洋，没身份、没保障、没政治权利，你唯一能抓住的就是自己人。所以籍贯不是骄傲，是安全感。但时间一久，这些界限开始模糊。第2代开始讲马来语、英文，第3代开始混血、跨族通婚，第4代已经分不清你讲的是福建话还是槟城话。今天的马来西亚华人再问你是哪里人，很多时候只是聊天，不是定位。因为真正决定你是谁的不是祖籍，是你在这里怎么活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马来西亚华人很少说回中国，他们会说回乡，但那个乡越来越像一个概念，不是地址。因为福建、广东、海南、客家那些地方对他们来说是祖先的出发点，不是人生的终点。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外来的人一来就想用血统、文化正统、谁更中国来教马来西亚华人怎么想，往往会被反感。不是我们不懂中国，而是我们太懂离开之后要怎么活。我们的祖先用100多年时间学会在夹缝中生存，学会不站最前也不退到最后，学会做生意不张扬，表达立场要谨慎。这些不是懦弱，是代价换来的生存智慧。所以当你今天问马来西亚的福建人来自哪里，广东人来自哪里，客家来自哪里，海南来自哪里，答案有2个。地理上他们来自中国不同的省、不同的县、不同的港口，但精神上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，一个必须靠自己站稳脚步的世界。他们不是来证明自己是谁，他们是来证明自己可以活下去。
讲到这里，我想补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如果你今天还是用你不是我们那一派去划线，那你活的其实是你祖先刚下南洋的那一代焦虑，而不是你这一代的世界。真正成熟的马来西亚华人已经不需要靠籍贯来证明价值，而是靠你怎么做人，你怎么对社会负责。福建、广东、客家、海南不是用来分的，是用来提醒我们，我们本来就不一样，但我们走到了同一个地方。这里不是暂住，这里不是过客，这里是我们用时间换来的家。如果你今天听完还在纠结我比较福建一点还是广东一点，那你其实已经比你祖先幸福了，因为他们当年连选的资格都没有，他们只知道一件事，船一开就不能回头，脚一落地就要站稳。所以别再拿籍贯当高低，那不是血统排行榜，那是一张张逃命、谋生、重来的路线图。我们今天还能坐在这里聊福建、广东、客家、海南，不是因为我们多伟大，而是因为有人当年走得太苦。记住他们来自哪里，不是为了分你我，而是为了提醒自己，今天你拥有的一切都是别人用一辈子换来的稳定。马来西亚华人不是从中国来的人，而是在这里留下来的人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是是非非脱口秀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们下一集再继续把那些没人敢讲，但你心里一直有的事，慢慢讲清楚。